哎，咱玩一个这个游戏吧，就是说啊，咱们每个人都说出一件是绝对没人干过的事儿，咱接龙怎么样？比如说这事儿你干过，我也干过，你就不行，我就输了。哦。比如说这事儿我干过，你没干过，我就赢了。好好好，从你开始。从你开始。不给我想的机会。对，哇，好难。哎呦，这个挺。我参加部队真人秀，从8楼用8字锁直接没有安全措施自己滑下来，8楼，不够酷吗？很帅啊！啊，帅！我在海上住了半个月。我也住过。我也住过。换一个，没住过。那就那个，我当过房产中介。哎，没人做过，没有人做过是吧？我做过。宝哥玩这个游戏就是知道，宝哥，我觉得我要退出这个游戏了。他为什么能出这个游戏？就是他什么都做过。就失败了，做歌手了吧？好，宝哥啊，这个可能你没做过了。我做过餐厅的服务员，我做过。哎，你看，我真人秀做过，不是真人秀，真的是去工作。真的。OK，同行，不好意思。Let me think. OK. 10, 9, 8, 7, 6, 5, 4, 3. OK. OK. 我住过，more than 哦，你听懂了吗？你这把说啊，翻译。 3 countries. 哦，他住过超过3个国家，more than 3 countries， More than 3 right? countries. 住1天也算吗？ More than a year. more than a year，超过1年的3个国家。哦，那没有。没有。哎，真没有哎。那我对我这个就比较惨，我带着一帮兄弟在地下室看过电影。现在很多别墅的地下室都是电影院，谢谢。哦，对。那惩罚还是要做什么？惩罚表演一个节目，当然马上表演了。准备好自己的节目。该谁了？该你了。我教过1000个孩子，最少。你怎么教我1000个女孩子女朋友？我教过1000个以上小朋友跳舞。我教过不止1000个小孩子唱歌。对哦，输了。宝哥，放我一马。不行。我一次性穿过40件以上的衣服做直播。一次过穿在身上，一次性40件以上。这个没做过，这个确实没做过。没人做过。耶！振宇哥，你怎么跑那儿去了？按顺序。满江哥，我跟我女朋友还没结婚啊？交往了，当然她也（括弧）是我爱人啊，交往了，今年是29年。我才30岁，交往了29年。交往，不结婚？结婚了，连交往然后带结婚。29年啊！相识了31年、32年吧。你这个用年龄来压我们干嘛？没有，因为实在是想不出来了。100岁的老人说我老婆80岁。是不是大哥？你要先说，就直接我就没有这个借口了。哎呀，对呀，大哥，你可以拿您的那个是数字压过他。是。哎，小欧哥，哎呀，大哥，你可以说我和一个特别帅的帅哥，2个帅哥曾经参加过一档真人秀。
我当然了，但是他不承认那两个是帅哥怎么办？我会开直升机。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这假的吧？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人家有飞行执照的，我有飞行执照的。这个太狠了，太狠了！我小时候捅过马蜂窝，哎，谁没捅过马蜂窝呀？哎呀，都捅过啊。我捅过。你就想唱歌呗？有一个考试叫做托福，我考了112，成都市第3名。你这充其量就是学习好。那好，换一个，我卧推140公斤。他说他能吹140。我140公斤，不知道你能把我推起来吗？啊，不行，坐下吧。这算啊，这个真算。 140公斤啊！公斤呢？我想了一圈儿张约说我能腾空720。啊，那个就不欺负别人了，不是？不行，哎呀，我就找个比较直接的吧，大家都认识的。我给吴镇宇大哥编过舞，因为我猜到你讲这个那也说出来了。那你就下一个，你就说帮张卫健编。对啊，那也算啊，就是一样的类型，这个是。对啊，那我也算呀。他也算。虽然我很认同这一点，但是也不代表这个能过关。我觉得这个题目稍微的有点弱。我跟倪坤拍过戏。我还没说呢哈。但是我要说的话，真的有点欺负人了。我帮你说一个，你拿到世界北师那肯定你们没有做过，我是拿过这个世界金奖的，对，无论是唱歌，在杂技团的时候获过法国未来世界杂技节当中的金奖，哎，而且我也获过中国人在国外参加流行歌手比赛的最高荣誉。谢谢啊，这样我觉得宝哥这个游戏真的有备而来。宝哥，我也做过，我做过。我教过不止1000个小孩子唱歌。我们知道为什么要玩这个游戏？玩了，玩不下去了。你每次交新朋友都玩这个游戏的嘛？这个不算，因为这是本职行业，你有点成绩不算什么。所以我说的那个别人绝对没干过的事儿，是跟咱这行业没什么太大关系的，这还好玩儿，是吧？啊！我再给你说一个啊，我在无人区追过狼。你是不是倒过来说呀？你在无人区被人追过？我想听这个故事吗？想听吗？想听。我在前年的时候，那是前年哪年我还记不清楚了。我穿越过一次罗布泊无人区。罗布泊无人区是我们中国第1颗导弹发射的基地。我路过无人区吗？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保护这个野生骆驼的名义去进无人区，就捐助这些保护野骆驼的这些人员。然后我们在穿越无人区的时候呢，当年有一个科考井，叫81泉，81就是中国解放军在那儿科考的时候，挖了那么一个泉，然后就跟大管子，然后那个水呢就常年的就是咕嘟咕嘟咕嘟的往外冒，因为时间太长了，几十年了，然后在这成为一个湖泊。那个地方就是这些野生动物在那儿饮水的地方。我们驻扎那个地方呢，就是在81湖的上面有一个叫七彩滩的地方，它有一个那个科考塔。我们住在那个地方呢，你就会在这个湖边上经常看到那个野骆驼的尸体和那个羚羊角，因为都在这里喝水嘛，所以这里面就会有狼。然后我特别好奇，在晚上的时候呢，我一个人就登上这个科考塔，我就想看一看到底有没有这种狼的出现，拿着那个高倍的那个电筒就看着看着，突然发现了一只狼。我在进无人区的时候，一些老牧民告诉我，当你电筒放眼看去的时候，那个有那个灯，就像那个眼睛，如果是绿色的，是食草动物；如果是红色的，就是食肉动物。所以嘣，就是2个红点儿。然后我就下来这个科考塔，很好奇的拿着这个电筒去往前，到底看看到这个狼长得什么样，或者是不是狼。然后我就追着它往前走，我往前走，它就往后退。然后再走着走着，突然啪又出现了一个、2个、4个红点儿，穿来穿去，不知道害怕，
又往前走，嘣，又一个红点，就是等于是6个红点，对，应该是3匹狼了。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离我的营地还有多远。然后我回头一看的时候，我的营地已经很小了，就是好奇心已经把我带到一个很远的地方了。那个时候我站在原地的时候，就一身的汗，就坏了。我如果要掉头往回跑的话，我肯定就死了，因为你肯定跑不过他。怎么办？我就继续拿着这个电筒照着他，我往后退。但是你们知道吧？就我在往后退的时候，他在往前进，他永远跟我保持一定距离。我就这样退到了营地，所以我今天能够活的站在这里跟大家讲这个故事，我觉得你们应该喝一杯。喝一杯。来，来。